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如何提高你的中文听力水平。其实大家很多时候呀，对于听力这件事儿都有一个误解，容易走入误区，甚至走火入魔。怎么说呢？因为听力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技巧或者能力，并不是说你只要不断的听，你的听力水平就一定能提高。因为听力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技巧，它同时包括你耳朵听音辨声的能力，以及你词汇量的掌握，还有呢你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只有这3个方面有机的结合都是最强的时候，你的听力才能变得最强。很多时候大家只是把注意力放到耳朵听这件事儿上，所以进步特别慢。下面呢我就从6个方面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提高中文听力水平。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精不在多。这一点就是因为大家对听力这件事儿有误解才会造成的。大家总以为只要我听得多了，我的听力水平自然就好了。我每天上下班呀，或者上下学的时候，可以戴个耳机听中文的材料 podcast 或别的语言材料，这样我不断听，我的中文水平自然就长进了。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好回想一下自己这个中文听力水平缓慢上升的这么一个曲线，为什么这么慢？为什么就不能上去呢？为什么找不到那个突破点呢？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方法是错误的呀。因为大家采取的方式是泛听，很多时候其实你根本都不理解，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比如你现在听力水平是能听懂70%、80%左右，所以就算你每天这样不断的去听，但是你别的方面的水平并不提高，比如说词汇量，还有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并不提高，那你可能永远保持在这个70%、80%左右，不能往90上面走。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我觉得要提高自己的听力水平，应该采用精听而不是泛听。就是同一个视频或者音频，你可以听10遍，而不是10个视频或音频你只听1遍。只听1遍和听10遍，这个效果你觉得哪个来的更有用呢？肯定是10遍。因为真的很多时候中文不是你的母语，你并不是那么了解它，你的耳朵也不是那么的了解它，对它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多的需要不断去听，让你的耳朵去适应它，适应它的发音，适应每个字儿在每一个句子里是怎么发音的，这些都需要通过精听才能掌握。大家很多时候都太着急了，总觉得我需要快点大量的接触这个语言，我才能前进，才能进步。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语言材料这个东西它是无穷无尽的，你听不完的。我觉得反倒是你把有限的语言材料好好的利用起来，你才能真正的往上走。就是比如你把一个音频、一个视频里面的所有词汇、表达方式都掌握了，然后再好好听。就是这样的话，你才能从70%、80%慢慢的往上走，某一天嘚儿就跳上去了。接下来咱们讲第2个方面，就是选择合适的语言材料。这一方面呢，我又想通过4个小点展开来和大家聊一聊。第一个方面最好选用视频。为什么呢？因为视频你可以看到人其实很多时候语言除了嘴巴说出了这些有意义的声音之外，还同时包含了你的表情、你的手势。很多时候就算你不能完全理解一个人说的话，但是可以通过他的表情以及他手势猜到他的意思。所以表情和手势相当于这种上下文，可以通过这些辅助手段去让你去猜。因为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交流交谈就是这样的，并不纯粹通过发出的这种语言，而是很多时候需要去看人的表情、手势。所以这也是模拟现实中说话的状态，让你更好的带入这种现实的说话场景当中。关于视频的材料，我觉得 YouTube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选择。第2点就是要选择常速的语言材料，就是正常速度的语言材料。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听这种慢速的语言材料，听多了之后呀，就会产生一种幻觉，总觉得中文呀不过尔尔呀，太容易了嘛。但真的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当你真的来到一个正常的中文环境之下，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他说话这么快？为什么完全听不懂他说话呀？就是因为你听惯这种慢速的说话方式，很难让自己习惯听长速的说话方式，这对你学习语言是有很大的不好的影响的。就像你学习这个游泳一样，其实一开始你就应该进入泳池里头去划拉划拉，而不是首先给自己找一个小水池在里面划拉划拉，对不对？那样的话你没有危机感，没有紧迫感，那样的话你学来的中文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什么作用，因为现实中中国人并不是那样说话，并不是像那么慢，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说话。你需要尽早的去习惯正常的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正常人说话的速度。第三点就是尽量选择那种只有一个人说话的视频，比如像我这种视频。为什么？因为耳朵是特别容易分心的，特别是对这么一个你不怎么熟悉的语言，分心其实很可怕，因为你的耳朵要适应某一种说话方式，它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你还没怎么适应，你又跳到另外一种方式去了，那让耳朵何去何从呀？我到底是应该适应哪种方式啊？所以呢，我建议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最好从一个人开始。要是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每一个视频起码是单独的一个人去说话，所以每一个视频你去学习去听的时候，它都是一个人一种发音方式，这样就让你的耳朵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种方式，然后习惯之后能真正掌握这种发音方式的精髓，之后遇到类似的或相同的，它都能很快的反应过来。要你平常看的是访谈节目、电影、电视等等，你的耳朵就需要在各种发音方式之间不断的切换，就很难真正适应任何一种说话的方式。第四点，视频里人的说话呀，尽量要生活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看电视、电影学习中文。为什么？因为电视、电影里人的说话方式和我们正常的人在生活中的说话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很多的戏剧性的表达，成天声嘶力竭呀，大喊大叫呀，情绪的释放呀，爆发等等，这东西其实在生活中是比较少见的，不常见的。而我们正常人在平常说话的方式是比较平和平缓的，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说话方式。大家想一想，这其实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这样说话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通过看电视电影学习中文之后，才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大家不是那样说话的呢？这个就是原因所在了。所以这个视频里人说话应该尽量的生活化、口语化，像中国人说的接地气一些，不要成天使用太多的书面化表达，太多高大上的词汇。第三方面就是要放过自己。放过自己的意思就是没必要全部都要听懂。就比如说一个视频，有些地方你就是听不懂，听不懂就算了，何必要纠结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你就算听10遍100遍，你可能都听不懂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是有很深的感触的。其实我拍摄视频拍完之后我要剪辑，剪辑完之后我要做字幕，必须要给大家提供一个中文字幕、英文字幕。做字幕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说话有些地方我也听不懂，我听好几遍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在说什么。可能是我说太快了，可能是我吞音了，可能是我嘴瓢了，都有可能。这个时候你想一下，连我都听不懂，你怎么可能听得懂？对不对？所以做字幕的时候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我只能蒙混过关了。除了我的视频之外，大家肯定还会听别人的视频，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就是听不懂怎么办？听不懂就放弃，这个地方放弃没有关系，这么一点点不影响大局的。大家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把很多时间耗在这么一个小点上。把握整体词汇啊、句式啊、文本理解啊，大多数都能听懂，那就可以。这种小地方不用太在意。第四方面，积累词汇和提高理解能力。这个就像我之前说过，其实是听力的基础，耳朵是一方面，其实这2个方面才是更为重要的。你想想看，你要是没有一定的词汇量，
而且你对文本的理解能力太差了。你就算把每一个音都能听进去，都能分辨出来，那又有什么意义？因为你根本没法明白他在说些什么。那这个怎么做？就需要大家不断去积累了。词汇啊，其实通过看小说积累词汇挺快的，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既然要提高自己的听力，就通过听力的材料去积累词汇，因为词汇以及表达方式，它是更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更为实用。所以每一个视频你看下来，把里面的词汇、句型等等都记下来。就像我上一个视频如何快速有效的记忆中文词汇中提到的那样，大家可以用一群去记忆，一群记下来，输出的也是一群，而词汇记下来，输出的也只能是孤零零的词汇。第5个方面，让耳朵熟悉中文的发音。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有一段话放你面前，你是能看得懂的，但是呢，你听不出来，听的时候你根本听不懂，很多词汇你根本抓不住。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耳朵的问题了，就像中国人说的磨耳朵，你耳朵磨得太少了。因为说实话，中文不是你的母语，首先你接触它的机会就太少，你听得太少，你的耳朵接触它的机会少，真正适应它的机会也少。这个时候你耳朵都没怎么听过，你怎么可能指望它去能听懂呢？怎么指望它能马上抓住每一个词儿呢？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其实耳朵、眼睛都是一种语言输入的手段，它可以通过眼睛看，耳朵听。很多时候眼睛是先行的，它可以通过眼睛看到的汉字、看到的形状等等，就能很轻易的辨别出来哪个字儿是哪个字儿。但是耳朵听它就有声音，它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需要更多时候把这个发音和字联系在一块儿，发音和整个句子联系在一块儿。那么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思路是错误的。他总觉得应该只是通过纯粹的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那个方法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收获会比较少。这个时候你的耳朵还不是特别适应发音的时候，完全可以借助文本这个方式帮你做一个过渡。就是你通过带字幕的视频或者带文本的视频，直接去听边看，然后这样你听得多了，你才能自然而然把这个声音和这个文字有效的、有机的联系在一块儿。而你如果只是听，你只能分辨出一个字儿，但这个字儿你并不能马上联系到文本上哪个字儿，你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理解。所以我觉得大家没必要虚荣心作祟，总觉得哎呀，我这个中文其实到这个水平了，我是不是没有必要去看字幕了呢？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你的水平还没有到达高阶之前，都有必要利用好字幕。当然啊，你一个视频学习了1遍或2遍、3遍、4遍之后，你觉得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不需要字幕去听一下，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是方法的问题。而最开始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接触这个语言材料的时候，就必须应该带有字幕、有文本，从而让你把声音和文字更好的联系在一块，打下一个真正的有用的这么一个听力基础。第6方面就是学习中国的文化历史，因为中文它主要在中国使用，所以它肯定难免会带有很多地方特色的东西，地方特色的独有的说法，比如说历史典故呀、成语呀、社会现象等等，这些都是造成你听力听不懂的一个原因。这些东西你要是不了解的话，很多方面你真的就文本也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文本，你怎么可能听得懂？特别是在你也没有文本的情况下，只是听到这些东西，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根本不可能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一点也是中文母语者和那些中文说的比较好的外国人他的主要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因为中国人是从小学开始就不断去了解、学习这些文化呀、历史呀、典故呀、成语呀，还社会现象等等，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积累、去吸收的，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当然大家也不必要太灰心，这个东西我们应该长远的看，
一点点吸收，一点点积累，慢慢的就提高了。其实也没有关系，但确实这个也是听力听不懂一个原因之一，也确实是我们中文母语者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文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但我相信有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大家足够的努力，而且方法又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能解决的。中文它并不是那么难的，听力也不应该成为你学习中文的拦路虎。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还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那么下次再见了。